大家好，我是镜子姐。南法第7天，一早我们就从意大利边城返回南法最美小镇艾兹，参观了著名的山顶花园。有兴趣的朋友，请看上期视频。因为晚上要去马赛入住，所以我们驱车前往介于马赛与卡西斯的卡朗格公园。这个公园被称为法国南部最具代表性的自然景观之一。大家看看，南法未来海岸的山路有多曲折。不过上了高速后相对好一些，中间的休息站也还不错。这就是他们的 Service Center。English， 这不英语吗？豆子是豆啥？咖啡 latte 啊，是哦，一块送1块8。麦当劳的这一套是7欧元。这是大家可以在这儿做咖啡。从艾兹到卡朗格公园西侧入口总共133公里，它是法国少数几个海陆一体的国家公园之一。这个公园的地貌在世界上比较少见，白色石灰岩悬崖，深切入海的峡湾式海湾，碧蓝透明的地中海海水，非常具有辨识度。它是徒步和攀岩的天堂，很多欧洲人把这里当成自然挑战型的目的地。它就在马赛市区的旁边。但是它的徒步难度对很多普通游客来说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。我们走上去之后是有点后悔了。如果你是从加拿大特意飞过来打算去这个公园的话，真的可以再三思一下，因为我们安省的布鲁斯半岛就有着类似的湖岸风景。虽然是湖不是海，但那里的水也是一样透彻的蓝，崖壁也是一样冷峻的白。当然，如果你年轻、体力充沛、喜欢挑战，或许还会很享受这样的路线。但对我们过半百的人来说，风景不再是唯一的惊喜，安全感就变得更重要了。车就停在路边，是免费的。看大包小包背的好惨。去的就是这个，这叫啥？哎呦啊，卡博拉是吗？卡朗格大峡谷，这公园要走一个2公里吧。各位小心啊！我就说他们这乱石子路，你这个看着乱石路。这种乱石路真难走，很容易把脚崴。这次我们特意选的是西侧入口，因为这算是相对容易的路线，停车也比较方便。但如果你是喜欢挑战的话，可以选择东侧入口，它就在马赛市区旁边。我往吧唧掉下去了，会不会？人家让的，没有人玩，会不会这就是禁止的呀？那就为了看这么点东西吗？老公本来背了无人机，但是因为忘了查是否允许，再加上这路况不太好，懒得折腾，就没有拍。
山下是这个路是这样子的，非常难走。爬山时候人都，哎呀，哦，漂亮的吗？还可以吧，就是这个路太难走了，爬上去太费。这到了叫什么 Fort Payne， 这是我们这个 trail 的一个小 trail 的一个终点，算一个风景吧。大家都累瘫了，虽然没多远吧，路太难走了。千辛万苦，终于爬上了，爬下来了。知道了，走吧。跟老公说了，以后这种乱石路的风景我们就不再来了，觉得不值当了。万一出个意外，岁数大了摔一跤就完蛋了。早知今天就是我们放弃了去摩纳哥，唉，而来到这儿。其实当时觉得摩纳哥都是赌场的那种，也没什么意思。但是这种我来了，爬上越险，虽然没啥问题，可是，哎，风景也就那么回事儿。可是非常危险，这种危险还不是那种我们岁数大的呀，然后腿腰上就是吧唧摔跟头就完蛋了。那都是乱石，大家不年轻老人爬完了这都呼哧带喘，就路上全是呼哧带喘，就很容易崴脚。Continue for 2 kilometers. 这边的这个 Center View， 我们现在开车去你看这马萨旧码头，这个拿拐杖的，是不是就是从那儿一直走下来的？我们也就是到极限了，如果走那个远的，确实是走不了。ChatGPT 也说了，那种就不适合，人家就是能健步的人。我们属于哪种？我们就属于休闲的。哎，这也就算是把这儿走了一片哈。这就是卡西斯嘛，反正说是卡西斯小城。反正确实法国是每处都是风景。哎呀，开车太累，不开车更累。那这么看吧，就是说法国的城市好像跟意大利比的话，意大利还是他们虽然都挺艺术的，但好像法国显得更 maintain 的更好啊，那些房子呀什么的。意大利可能重屋内，它屋内它弄得美轮美奂的臭讲究，然后屋外的话好像它就不像法国人这么，法国人你看表面干嘛净净的，整整齐齐的。意大利的外边人外墙就跟中国似的，这个中国好点儿。意大利人说了，我们要里子，法国人要面子。
right onto Ruta Chantarat. 马 Then 赛现在 head north on A55. Continue on A55 for 1.5 kilometers. There's an 8-minute slowdown on Avenue du Cap Pineda in 2 kilometers. 我们先去停车场吧。我们现在去酒店。Hello, bonjour. I have a reservation for tonight. I need to park the car in the parking. Okay, the parking is 15 euros per night. Is that okay for you? Yeah. Okay, I'll go. 多少钱15。马赛的，我们住的这叫东京映。入住酒店后，我们决定找地方吃饭，顺便走走。沿着大路往老港方向慢慢走去。刚开始经过的街区和我想象中的南法港口城市太不一样了，满地的垃圾和随处可见的涂鸦，跟刚才卡朗格的自然纯净比起来，简直是两个世界。这是啥？这是 Creepy， 是不是？这是什么？他们的午餐咖啡馆。这片区域的文化氛围极其浓厚，甚至让我感受不到身在法国。这里的街道充满了异域感，但由于环境比较嘈杂，作为带相机的游客，我确实感到了不小的压力。这是他们的地铁吧？这马赛的 Metro。然后就把这个遗址一片墙给留着。这就走过了一站了都。我觉得不是一条线吧？或者是不同的出口。等会儿我拍一下照啊。那你帮我看点周围啊，没有人抢我东西。邮局电话。经过凯旋门后，城市的规模感慢慢展开，建筑开始有了大城市的气势。但是因为第一印象很难忽略，所以那种微妙的距离感和戒备感就没有办法消失。这儿看着还安全点儿。这儿有一个标志，这有个教堂，明天可以过来看看。那是教堂吧？等那回来再说。啊，我就说明天可以过来看看。好了，往右拐是吗？晚餐选在港口附近，就是刚才的马路对面。或许因为是旅游区，总让人有一种游客消费区的氛围。夜色下的老港其实挺漂亮，灯光映在水面上，
很有海港城市的感觉。只是整体来说，这座城市没有在第一时间打动我们。原本第二天还计划在老港附近慢慢走走，但有时候旅行也讲缘分。第二天早晨后，我们决定继续前行。有些地方需要时间慢慢理解，而这一次我们选择把时间留给下一站阿尔勒。谢谢观看，下次再见。